大家最近看新闻，是不是觉得 AI 真的强得有点离谱？从帮你写方程式、画图到直接生成一部电影，所有人都在焦虑。完了，我的工作是不是要被 AI 给抢走了？在未来的世界里，我们人类是不是变成最没用的东西了？如果你也有这种恐慌，今天这支影片，请你一定要看完，因为我想告诉你一个科技巨头们绝对不想让你知道的秘密。在 AI 时代里，人类不但不会变得没用，反而你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这件事将会成为未来世界上最昂贵、最无可替代的资产。而这个道理，是我在快3年前用自己的双眼亲自买来的教训。屏幕前的你，我想问你一个很私人的问题：如果要买单你这辈子唯一一次、永远无法更改的眼球虹膜资料，别人要付你多少钱你才肯卖？100万，还是1000万，还是给多少都不卖？如果我跟你说，在3年前的夏天，我还有全世界几百万人，只为了每个月几百块台币的虚拟货币，就把我们最核心的生物特征贱卖给了一家美国公司，你一定觉得我们这群人是不是疯了？这绝对是遇到诈骗了吧？没错，2023年7月，我就是那批最早把眼尖就像那颗银色金属球的白老鼠之一，而那个金属球也是我这辈子踏入币圈的第一站。现在快3年过去了，我们这批最早卖了眼球的人，到底有没有像当初官方承诺的那样，实现躺平眼前的财富自由呢？还是说，我们早就沦为了 AI 时代的免费饲料了呢？今天，我就用这快3年的亲身血泪史，帮你看透这场资本收割局，顺便也跟大家好好聊聊。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下，我们普通人到底还适不适合进币圈闯荡？把时间推回到2023年的夏天，那个时候 ，TripGDP 刚爆发，大家对 AI 的恐惧达到了最高点。最让大家最怕以后没饭吃的时候 ，OpenAI 的创始人山姆·奥特曼带着一个银白色的金属球出现了。他当时的说法简直就像救世主。他说，未来 AI 会强大到取代所有工作，人类会赚不到钱，所以我要弄一个窝困世界币，用 AI 赚来的钱发放全民基本收入给全地球的人，但前提是你要先让我扫描你的眼球，证明你是一个人。大家一听，天哪，这也太感人了吧！于是，包括我在内的几百万人，为了每个月那几百块台币的虚拟货币，乖乖排队，把我们这辈子唯一一次永远无法更改的虹膜数据交给了这家公司。我们当时觉得自己是被时代淘汰的弱者，在乞讨 AI 施舍的低保。但这快3年下来，我彻底看懂了这场游戏的底层逻辑。其实根本不是我们需要窝困，而是窝困极度渴望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当未来的网络世界99%的文章、图片、影片，甚至跟你聊天的人，全都是 AI 生成的时候，这个世界最缺乏的是什么？是算力吗？是演算法吗？都不是，是最稀缺的真实感。在这个真假难辨的赛博朋克世界里，要怎么证明荧幕背后是一个会呼吸、有灵魂的人类？这成了 AI 时代最大的痛点。沃克人项目方只花了几10万美金的微小代价，就买断了你身上最核心的人类整命。他们根本不是在做慈善发钱，他们是在疯狂囤积未来世界最值钱的资源，也就是你。这时候你还会觉得人类没用吗？错了 ，AI 再怎么强大，它终究只是个产生内容的工具，而人类的真实身份、情感和判断力才是定义这个世界价值的核心。但很讽刺的是，我们这群人类太看清自己的价值了。你们肯定好奇，那这3年下来，我们这些卖了眼球的人，靠这点微薄的收入发财了吗？大白话告诉你，根本没有，顶多就是每个月多吃一顿海底捞。你去看看 WRD 这颗币的走势就知道，它完全就是跟着 OpenAI 新闻在炒作的影子股。而且这3年下来，当初那些早期投资机构的筹码开始疯狂解锁到货。我们散户苦哈哈的，连那几个币在资本大佬几10亿美金的抛压面前，连个水花都砸不起来。我们贱卖了自己最珍贵的人类身份，换来的却是为资本家当作炒作代币的免费来料。我们以为自己在利用新科技赚钱，结果反而被科技公司给利用了。这就是工具跟人
主科倒置最惨烈的证明。说实话，现在回想起来，知道你们一定在心里笑，干嘛每次去扫那个保护个资不是常识吗？但你要把时间推回到2023年，那个 AI 刚刚大爆发，所有人都在恐慌自己的工作会不会被取代的时候，你或许就不会这么想了。其实没赚到钱就算了，要不要当做没这回事？但真正让我现在想起来会觉得脊背发凉的是隐私问题。这快3年来，我和口勇在全球到处被封杀，西班牙、葡萄牙、肯尼亚政府都直接出手架停。官方天天闲聊说我们只存加密代码，骇客破解不了的。可你仔细想想，现在连跨国银行、连政府资料都会外泄，你怎么敢把跟着你一辈子无法更改的虹膜数据交给一家不受监管的私人企业呢？你的密码被盗了，还能按忘记密码？万一哪天你的虹膜数据在暗码被破解了，你总不能把眼球挖出来换一颗新的吧？大家平时网购都害怕资料外泄，结果几十块美金砸下来，你就乖乖排在送上的最核心的个资。人性在利益面前真的不堪一击。所以卖了快3年的眼球，我后悔吗？说句大实话，我没后悔，因为这件事确实硬生生的把我踹进了加密货币的世界里。它就像是一张未来的早鸟体验券，让我提早看到了人类跟 AI 博弈的残酷现实。这笔学费我认了，但如果你现在问我，我家附近集运站自有一台，我要不要去扫一下白嫖一点钱？我会这样告诉你：如果你把隐私看得比命还重要，这东西连碰都不要碰。但如果你只是想花极小的代价，认真去体验一下未来被 AI 资本缺氧的感觉，那你可以去试试。前提是当做买张看戏的门票就好了，千万别把它当成你的财富自由密码。捏过倭矿这种降维打击，再加上这几年币圈的暴涨暴跌，很多朋友常常问我，现在 AI 这么强大，华尔街全面进场，我们普通人到底要不要碰加密货币？我的答案是，可以碰，但请你一定要随时记住，你才是主人，币圈跟 AI 都只是工具这句话。现在的加密市场早就不是那个闭着眼睛乱买、随便财富自由的草莽时代了。未来是极度专业的机构博弈，但正因为这样，普通人更应该把它当作一种防御性资产。我的建议很简单，不要去借钱炒币，不要去相信网络上那些 AI 自动交易、保证获利的鬼话。AI 它再会炫，它炫不出人心的贪婪和恐慌。身为一个普通人，你只要拿着总资产的5%到4%的闲钱，买入比特币或者以太坊这种绝对核心的资产，当做买一张未来的保险。然后立刻关掉看盘软体，把剩下的90%的精力拿去投资你的大脑，去谈恋爱，去感受生活，去建立真实的人际关系。因为在未来，所有的冰冷代码都会被 AI 取代，唯独你身为人类的创造力、同理心跟决策力，是任何 AI 都抢不走的护城河。不要让自己沦为金融工具的奴隶，你要让工具来服务你的人生。所以，回头看这快3年的倭矿之旅，我其实很庆幸。它像是一场荒谬的社会实验，提早让我看清了，在强大的 AI 面前，我们不必自卑，因为人永远是这个世界上运转的唯一目的。影片最后，我想反问荧幕前的你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有一家科技巨头捧着10万块台币的现金放在你面前，那将买单你这辈子所有的生物特征跟网络行为数据，用来训练他们的 AI。身为未来世界最珍贵的人类，你会选择点头把这笔钱收下，还是霸气拒绝呢？把你最真实的选择，还有你的理由，立刻打在留言区，我们来看看大家对自己的人类身份的定价到底是多少。如果今天这支影片有帮你扫除了哪怕一点点对 AI 的焦虑，或者让你对科技跟投资有了新的感悟，拜托现在就帮我按个赞，你的一个赞，你让隐身宝宝这支影片推给更多正在迷茫的人，让大家一起找回属于人类的底气。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不讲焦虑，只带你看到科技与财富的最底层逻辑。我是闭嘴，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